大家好，歡迎來到我的頻道，我是科技二流子。1980年 ，Tim Peterson 在西雅圖一家小公司裡，面對一台嶄新的 Intel 8086電腦，卻發現沒有合適的操作系統。當時最流行的 CP/M 又貴又慢，於是他決定自己動手。幾個月後，一個簡陋卻實用的系統誕生了，叫 QDOS。QDOS 在設計上與 CP/M 相似，同樣的命令，同樣的黑底白字界面以及 COM 程序格式，但它更輕、更快，並專為8086處理器優化。不久後 ，Microsoft 注意到了這個系統。當時 ，Bill Gates 正為 IBM 的個人電腦項目尋找操作系統。微軟先以約 2.5 萬美元獲得 QDOS 授權，隨後又以約 7.5 萬美元買斷全部版權，並邀請 Tim 加入繼續開發。經過改進後 ，QDOS 被正式命名為 MS-DOS， 並針對 IBM 硬件進行適配。IBM 使用的版本稱為 PC-DOS。1981年 IBM PC 發布後 ，MS-DOS 迅速風靡全球，成為80到90年代個人電腦的核心系統，也奠定了後來 Windows 命令行的發展基礎。接下來，我將為大家詳細講解 CMD 命令提示符中常見命令的具體用法，並帶你開啟一段命令行的探索之旅。首先，我們要知道 CMD 命令提示符它在哪裡。你可以在運行中輸入 CMD， 也可以在資源管理器頂部的地址欄輸入 CMD 回車。同時，你也可以在 C 盤 Windows 目錄 System32 目錄中找到命令提示符。接下來，我們在記事本中輸入 CMD 命令提示符的路徑，如視頻中看見的那樣，點擊保存，打開此電腦，點擊查看，點擊選擇，在查看選項中找到隱藏已知文件類型的擴展名，取消勾選。此時，你就可以修改記事本的後綴名了，把記事本改名為 CMD.bat。恭喜你，你已經創建了人生中第一個批處理文件，雙擊它，你打開的是命令提示符。我們學習的第一個命令是 Color， 它的作用是用來修改命令提示符窗口的背景顏色和字體顏色。在 Color 後面加上一個斜槓問號，表示查看幫助信息，也就是查看該命令的使用說明。回車之後，系統會列出所有可用的顏色代碼，每種顏色都由數字或字母來表示。例如，我們輸入 Color 07，其中第一個字符0表示背景顏色，0對應的是黑色；第二個字符7表示字體顏色，7對應的是白色。回車，這樣就修改成功了。接下來，你可以嘗試不同的色彩搭配，體驗更多樣的顯示效果。下一個命令是 CLS， 它的作用是將屏幕內容清空，讓命令提示符界面變得乾淨整潔。下一個命令是 Echo， 它的作用是用於在命令行中輸出文本內容。例如，我們在 Echo 後面輸入 Hello World， 並使用一個大於號。這個大於號稱為重定向符，它的作用是將前面命令的輸出結果重定向到指定的文件中。因此，這條命令的含義就是將 Hello World 這段內容寫入到一個名為 e.txt 的文本文件中。如果文件不存在，則會自動創建；如果存在，則會覆蓋原有內容。下一個命令是 Type， 它的作用是用於在命令行中查看文本文件的內容。例如，我們可以使用 Type 命令來讀取並顯示剛才創建的文本文件內容，將文件內容直接輸出到屏幕上，這樣就可以快速查看文件中保存的信息。下一個命令是 Start， 它的作用是用於啟動或打開程序、文件以及系統資源。例如，我們可以使用 Start 命令直接打開剛才創建的文本文件。Start 還可以用來運行系統中的應用程序或調用相關文件。在很多工作場景中，我們常用它來快速啟動系統程序或打開指定文件。在實際工作中，公司系統通常會生成日誌文件，如 log.txt， 用於記錄系統運行情況。當系統出現異常時，我們可以通過命令行快速篩查日誌中的錯誤信息。例如，日誌文件中包含大量信息，如果需要快速定位錯誤內容，可以使用以下命令。typelog.txt 是讀取並輸出日誌文件的全部內容。管道符是將輸出結果傳遞給後面的命令。findError 是篩選出包含 error 的日誌行。斜槓加 n 是在結果前顯示對應的行號，方便定位。回車後，系統會篩選出日誌中所有包含 error 的內容，並顯示對應的行號，方便我們快速定位問題。下一個命令是 Markdir， 它的作用是創建一個新的目錄。例如，在 Markdir 後面跟上一個名稱 test， 執行後就會在當前路徑下創建一個名為 test 的目錄。
當目錄創建完成後，如果我們想要刪除它，就可以使用 rd 命令。在 rd 後面跟上目錄名稱 test， 按下回車後，這個目錄就會被刪除。下一個命令是 cd， 它的作用是切換目錄。例如，在 cd 後面跟上盤符，就可以切換到對應的磁盤。下一個命令是 dir， 它的作用是查看當前目錄下的文件和文件夾列表。執行 dir 後，就可以看到當前目錄中的所有內容。這兩個命令在實際使用中經常會配合使用，先用 cd 進入目錄，再用 dir 查看內容。如果需要返回上一級目錄，可以使用 cd 點點斜槓；如果要返回上兩級目錄，可以使用 cd 兩個點點斜槓。有時候我們需要查看系統中的隱藏文件，輸入 dir， 在它的後面加上斜槓 a 冒號 h， 其中 h 表示隱藏文件。如果想了解 dir 命令支持的更多參數，可以輸入 dir 斜槓問號來查看它的幫助說明，從而了解可以查看哪些類型的文件屬性。下一個命令是 copy， 它是 Windows 系統中一個比較老的命令，主要用於文件複製。雖然現在已經有更強大的替代命令，比如 Xcopy、Robocopy， 但 copy 依然有一些經典用法，在某些場景下非常實用。這裡我們講一個典型應用：文件合併。假設現在有兩個文件，裡面分別存放不同的內容，我們可以使用 copy 命令將它們快速合併成一個新文件，再用 type 命令查看新文本的內容。還有個經典案例，常見於安全測試場景。這條命令的作用是將一點 JPG 的二進制內容和 shell 點 PHP 的文本內容拼接在一起，生成一個新的圖片文件。在圖片的後面加了一個參數 b， 表示以二進制模式讀取圖片文件。在 shell 腳本的後面加了一個參數 a， 表示以 ASCII 文本模式讀取 shell PHP 文件。最後合併後輸出結果文件。下一個命令是 del， 它的作用是刪除文件。需要注意的是 del 沒有 Linux 中 rm 命令那麼強大，它只能用來刪除文件，不能刪除目錄。如果你想刪除某個目錄下以及所有子目錄中的指定文件，就需要在 del 命令後面加上 s 參數，這樣系統才會遞歸刪除子目錄中的文件。在使用 Windows 11的過程中，如果你覺得系統變慢、卡頓，一定不要隨意執行來歷不明的命令。比如視頻中的這個命令，它並不是清理系統，而是嘗試刪除 C 盤中的文件和目錄，會對系統造成嚴重破壞。這個命令的本質是在靜默狀態下，嘗試刪除系統中的文件和目錄，並隱藏所有報錯信息。使用 del 命令刪除 C 盤中的所有文件，不包括文件夾。中間的安德符表示前後命令依次執行，不管前面的命令是否成功，後面的都會繼續執行。使用 rd 命令刪除 C 盤中的所有目錄。2表示錯誤輸出，用大於號從定向到空設備。下一個命令是 ren， 它的作用是用來修改文件名或文件夾名稱。我們在 ren 後面先跟上原文件名，再跟上要修改成的新名稱，就可以完成重命名操作。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在修改名称的時候，如果你把後缀名一起改了，就相當於改变了文件類型，有可能導致文件無法正常打開，所以一定要謹慎操作。下一個命令是 move， 它的作用是用於將文件或文件夾從一個位置移動到另一個位置，同時也可以在移動過程中對文件或文件夾進行重命名。下一個命令是 time， 它的作用是用於查看或修改當前系統時間。下一個命令是 date， 它的作用是用於查看或修改當前系統日期。當系統的日期或時間被修改，出現不準確時，我們可以按下 Win+I 打開系統設置，進入時間和語言，在日期和時間中找到同步選項，點擊立即同步，系統時間就會自動與當前時區進行校準，恢復為正確時間。下一個命令是 tree， 它的作用是以樹狀結構的形式顯示當前目錄或指定目錄下的所有文件夾和文件層級關係，讓目錄結構一目了然。在使用 tree 命令時，如果加上參數 f， 表示在顯示目錄結構的同時，也會把每個目錄中的文件名稱一起列出來。如果不加 f， 默認只顯示文件夾，不顯示文件。下一個命令是 hostname， 它的作用是用於查看當前計算機的名稱，也就是主機名。下一個命令是 whoami，
它的作用是用於查看當前登錄系統的用戶名。在使用 whoami 命令時，如果加上參數 groups， 表示查看當前用戶所屬的所有用戶組信息，包括權限組以及安全標識等內容。在輸出結果中，我們可以看到類似 mandatory label、medium mandatory level 的字段，這表示當前用戶的完整性級別為中等 medium， 屬於普通權限級別。需要注意的是，即使我們通過 netlocalgroup administrators 命令查看，發現當前用戶屬於管理員組，但在默認情況下，系統仍然會以 medium 級別運行。這是因為 UEC 用戶賬戶控制機制的存在，只有在提升權限，如以管理員身份運行後，權限級別才會變為更高的級別。下一個命令是 where， 它的作用是查看當前 Windows 操作系統的版本號，通常會顯示一個簡要的版本信息。下一個命令是 winver， 它的作用是打開 Windows 的版本信息窗口，可以查看更詳細的系統信息，比如系統版本、版本號以及版權信息等。下一個命令是 systeminfo， 它主要用於顯示計算機的系統配置信息。它能夠提供包括操作系統版本、安裝日期、安全更新狀態、硬件資源以及網絡適配器等詳細數據。此外 ，systeminfo 的輸出結果可以被重定向到文本文件中，方便保存、查閱或用於日誌記錄。下一個命令是 chcp， 它的作用是顯示當前命令提示符窗口使用的代碼頁編號。例如，中文 Windows 系統通常默認使用代碼頁 936JBK 編碼。當命令提示符中出現中文亂碼時，執行 chcp 65001可以解決問題。代碼頁65001對應的是 UTF-8 編碼格式，能夠正確顯示包括中文在內的多語言字符。下一個命令是 attrib， 它的作用是查看和修改文件的屬性。在 attrib 後面加上文件名，就可以查看該文件當前的屬性。例如，文件屬性中常見的 A 表示存檔，默認屬性。我們可以使用加號來添加屬性，例如加 S 表示設置為系統文件，加 H 表示設置為隱藏文件，加 R 表示設置為只讀文件。同樣，也可以使用減號來取消這些屬性。下一個命令是 mountVol， 它的作用是管理卷 volume 的掛載點，比如為磁盤分配或刪除驅動器號，或者將卷掛載到指定路徑。在 mountVol 後面跟上盤符，並加上參數 d， 可以刪除該卷的驅動器號，從而在資源管理器中隱藏這個磁盤。如果需要恢復顯示，可以打開磁盤管理，找到被隱藏的磁盤，右鍵選擇更改驅動器號和路徑，重新為其添加一個盤符，此時磁盤就會重新顯示出來。下一個命令是 format， 它的作用是對磁盤進行格式化操作，用於清除磁盤中的數據並重新建立文件系統。在 format 後面跟上盤符，並加上參數 q、u、y， 可以實現快速格式化磁盤。其中 q 表示快速格式化，只清除文件索引，不徹底擦除數據。-u 表示執行無條件格式化，不可恢復。-y 表示自動確認操作，跳過提示。這樣可以在較短時間內完成磁盤格式化。下一個命令是 findStar， 它的作用是在文件中搜索指定的字符串內容，常用於查找文本信息或過濾輸出結果。在 findStar 後面加上參數 n， 再跟上要搜索的內容，字符串需要用雙引號括起來，最後指定要搜索的文件，就可以在文件中查找對應的內容，並顯示匹配行的行號。這樣可以快速定位文件中包含該字符串的具體位置。下一個命令是 where， 它的作用是查找可執行文件的位置，也就是在系統路徑中定位某個命令或程序的具體路徑。我們可以在 where 後面跟上一個命令名稱，它就可以判斷該命令是否存在，並列出它所在的路徑。如果系統中存在該命令，就會顯示出對應的完整路徑；如果不存在，則不會返回結果。下一個命令是 logoff， 它的作用是註銷當前用戶繪畫，使當前登錄的用戶退出系統。執行 logoff 後，當前用戶的所有程序會被關閉，並返回到登錄界面。該命令也可以配合繪畫 ID 使用，用於註銷指定的用戶繪畫，常見於遠程桌面環境。下一個命令是 shutdown， 它的作用是用於執行系統的重啟、關機，在 shutdown 後面加上參數 r、f、t0 是重啟系統，把參數改為 s、f、t0 是關閉系統。下一個命令是 tasks， 它的作用是為系統設置一個計劃任務。參數 create 是創建一個新的計劃任務。
參數 SC_daily 是每天執行一次，這裡可以設置為每分鐘、每小時、每周執行任務計劃。參數 TN 是為任務設置一個名稱，在任務多的時候便於查找任務。參數 TR 是設置執行的命令或者程序。參數 ST 是設置執行的時間。參數 RL 是設置執行的權限。參數 RU 是設置執行的用戶。本次創建的任務計劃設置了一個關機命令，我用 time 查看了當前系統時間，設置的任務計劃時間馬上要到了。接下來就是見證這個任務計劃是否能成功執行。當你創建了一個計劃任務，那如何刪除這個計劃呢？我們就會用到參數 delete， 它可以刪除這個計劃任務。下面我們通過一個經典案例來講解計劃任務的用法。首先，我們創建了一個名為 web 的 P 處理文件，在文件中寫入一條命令，使用 curl 訪問本地的 HTTP 服務端口號為8081。接着，通過 ipconfig 查看當前電腦的 IP 地址，確認系統當前的 IP 為 2.16。然後使用 Python 臨時搭建一個 HTTP 服務，用於接收請求。最後，我們創建一個計劃任務，讓系統定時運行這個名為 Web 的 P 處理文件，並將執行時間設置為每分鐘執行一次。這樣就實現了通過計劃任務定時訪問本地 HTTP 服務的效果。下一個命令是 robocopy， 它的作用是用來替代 Windows 系統原有的複製命令。相比傳統複製，它功能更強大、更穩定。特別適合在工作中進行大文件或批量數據的傳輸。它的用法也很簡單，只需要在 robocopy 後面加上目錄路徑以及對應的參數，就可以完成各種複製需求。在實際工作中，我們最常用的幾個參數有：參數 E 複製所有子目錄，包括空目錄；參數 C 啟用斷點續傳模式，網絡中斷後可以繼續傳輸；參數 MT-16 使用多線程複製。這裡表示開啟16個線程，提高傳輸速度。參數 R-3 失敗重試次數為3次。參數 W-5 每次重試之間等待5秒。接下來我們來看一個實際案例。首先，我們在遠程服務器上創建了一個共享目錄，名稱為 Backup。這台服務器的 IP 地址是 2.71。然後，我們可以使用 netuse 命令與這台共享服務器建立 IPC 刀連接。連接完成後，就可以使用 robocopy 進行文件複製操作。在 robocopy 後面跟上 DOS 目錄，它會複製目錄裡面的內容。反斜槓後面是共享服務器的 IP 地址與共享名稱，最後跟上我們剛才講到的參數。回車後 ，robocopy 就開始複製 DOS 目錄裡面的所有文件了。下一個命令是 for files， 它的作用是按条件篩選文件，然後對這些文件執行指定的命令。我們以篩選 Windows 系統中的臨時文件為例子，並自動清除這些臨時文件。首先，輸入視頻中的命令 for files 後面跟了一個參數 P， 意思是指定目錄，這裡填寫臨時文件目錄。參數 S 意思是包含子目錄，參數 D 後面跟了個-1，意思是篩選1天前的文件。參數 C 意思是就是告訴 for files。找到文件之後，要對每個文件執行什麼命令。echo 的意思是打印出篩選的信息，按條件篩選並刪除，只需要把 echo 改為 del， 帶了參數 F 與 Q， 意思是強制的、安靜的刪除。下一個命令是 PowerShell， 它的作用是提供一個功能更強大的命令行工具和腳本環境。PowerShell 是微軟推出的高級命令行工具，用來逐步替代傳統的命令提示符。相比CMD， 它不僅可以執行基本的命令操作，還支持更強大的腳本功能和自動化管理能力。它的特點是基於對象，而不是簡單的文本，這讓它在處理系統管理任務，比如批量管理文件、配置系統、遠程管理等時更加高效和靈活。簡單來說，如果 CMD 是基礎工具，那麼 PowerShell 更像是專業工具，功能更強，擴展性更高，特別適合運維和自動化操作使用。下一個命令是 mdist， 它的作用是檢測電腦內存是否存在問題。當你的電腦出現藍屏，例如 Memory Management， 或者一打開大型軟件就崩潰，甚至在重裝系統後問題依然存在，這時候就很有必要檢查一下內存是否出現故障。這種情況下，可以使用 mdist 工具來進行檢測。使用方法也很簡單，在命令提示符中輸入 mdist 並回車，系統會彈出提示窗口。
選擇立即重新啟動並檢查問題，電腦會自動重啟並進入內存檢測界面，對內存進行全面檢測。檢測完成後，系統會在下次進入桌面時顯示檢測結果，幫助你判斷內存是否存在異常。下一個命令是 mustconfig， 它的主要作用是用於管理和配置系統啟動選項。通過該工具，用戶可以對系統的啟動方式進行調整和優化。我們在日常使用中最常用的是引導和啟動兩個選項，其中啟動選項可以用來啟用或禁用開機自啟動的程序，從而加快系統啟動速度並優化系統性能。下一個命令是 regedit， 它用於打開 Windows 的註冊表編輯器。註冊表是系統的重要數據庫，存儲着硬件、軟件以及用戶的各種配置信息。通過 regedit， 我們可以對系統進行高級設置和優化，但在修改前一定要做好備份，以免影響系統的正常運行。下一個命令是 dxdiag， 它是 Windows 的 DirectX 診斷工具，常用於查看系統信息和顯卡信息，如 CPU、內存、顯卡型號及 DirectX 版本等。下一個命令是 cleaner， 它是 Windows 自帶的磁盤清理工具，可選擇相應的磁盤進行清理，刪除臨時文件和系統垃圾，從而釋放磁盤空間。下一個命令是 mstfc， 它是 Windows 的遠程桌面連接工具，只需輸入遠程主機的 IP 地址或計算機名稱，並點擊連接，即可建立遠程桌面繪畫。在使用 mstfc 與遠程主機建立遠程桌面繪畫之前，必須確保遠程主機已啟用 RDP 遠程桌面協議服務，否則將無法成功連接。下一個命令是 ncpa.cpl， 它用於快速打開網絡連接界面，方便管理和配置電腦的網絡適配器。下一個命令是 control， 它用於快速打開 Windows 控制面板，方便用戶管理系統的各項設置。下一個命令是 services，MSC， 它的作用是 Windows 系統中的服務管理工具，用於打開服務控制台。通過該工具，用戶可以查看和管理系統中運行的各種服務，例如啟動、停止、暫停或重啟服務，並設置服務的啟動類型、自動、手動或禁用，從而優化系統性能或排查故障。下一個命令是 component.msc， 它的作用是 Windows 系統中的計算機管理工具，用于打開計算機管理控制台。通過該工具，用戶可以集中管理系統的多個重要組件，如設備管理器、磁盤管理、服務、本地用戶合組以及事件查看器等，是系統維護和故障排查的綜合性管理平台。下一個命令是 firewall.cpl， 它的作用是 Windows 系統中的一個控制面板命令，用於快速打開 Windows Defender 防火牆設置界面。通過該工具，用戶可以查看和配置防火牆狀態，允許或阻止應用程序通過防火牆，以及啟用或關閉防火牆，從而提升系統的網絡安全性。下一個命令是 wf.msc， 它的作用是 Windows 系統中的一個管理命令，用於打開高級安全 Windows Defender 防火牆控制台。通過該工具，用戶可以對防火牆進行更精細的配置，例如創建和管理入帳規則、出帳規則、連接安全規則，以及設置不同網絡配置文件，像專用、公用、云的安全策略，從而實現更高層級的網絡安全控制。下一個命令是 cpedit.msc， 它的作用是 Windows 系統中的本地組策略編輯器，用於集中管理系統和用戶的各種高級策略設置。通過該工具，用戶可以對系統行為進行精細化控制，例如限制功能、配置安全策略、管理 Windows 更新、控制登錄權限以及禁用或啟用某些系統功能。下一個命令是 taskconquer， 它的作用是 Windows 系統中的任務管理器啟動命令，用於打開任務管理器界面。在這裡，用戶可以查看和管理正在運行的程序、進程和系統性能，並可以結束無響應的任務，監控 CPU、內存、磁盤和網絡的使用情況，從而幫助優化和排查系統問題。下一個命令是 eventware， 它的作用是 Windows 系統中的事件查看器啟動命令，用於打開系統日誌管理工具。通過事件查看器，用戶可以查看系統、應用程序和安全相關的日誌記錄，用來分析系統錯誤、排查故障以及監控系統運行狀態，是系統維護和問題診斷的重要工具。下一個命令是 msinfo32， 它的作用是 Windows 系統中的系統信息工具，用於查看計算機的詳細硬件和軟件配置信息。通過該工具，用戶可以了解系統型號、操作系統版本、
CPU、內存、主板、BIOS、驅動程序以及系統資源等信息，是排查系統問題和了解電腦配置的重要工具。接下來我們可以逐步深入學習網絡相關的命令。隨着難度的提升，我會根據你的需求提供更複雜的命令和案例，幫助你掌握更深入的網絡管理技能。讓我們從基礎開始，逐漸擴展到更高級的內容。下一個命令是 ipconfig， 它用於顯示和管理計算機的網絡配置信息。通過 ipconfig， 你可以查看關於網絡接口卡 NIC 的詳細信息，比如 IP 地址、子網延碼和默認網關等。這個命令對網絡故障排除和網絡配置非常有用。如果你想查看更詳細的網絡配置信息，可以在 ipconfig 後加上 all 參數。這個命令會提供包括 MAC 地址、DHCP 狀態和 DNS 服務器等詳細配置信息。通常，網絡中的 IP 地址是通過 DHCP 動態主機配置協議自動分配的。如果你想更換動態 IP 地址，可以使用 release 參數來釋放當前 IP 地址，接着使用 renew 請求新的 IP 地址。此外，你還可以刷新 DNS 緩存，在 ipconfig 後加上 flushDNS， 這會清除本地的 DNS 緩存，幫助解決因為緩存問題導致的網絡訪問問題。DNS 域名解析系統是將 IP 地址轉化為人類可讀的域名地址，使得上網體驗更加方便。下一個命令是 ping 命令，它的作用是測試計算機與目標主機，如另一台計算機或服務器之間的網絡連接性。通過發送 ICMP 回顯請求並接收響應，ping 命令可以幫助檢查網絡是否可達，測量網絡延遲，並診斷網絡故障。可以直接在 ping 命令後面跟上一個 IP 地址。如果出現 TTL 值，說明你和對方主機的網絡是通的。默認情況下， ping 命令只會發送4次數據包。如果想要持續發送數據包，可以在 ping 命令後加上 t 參數。如果只希望發送指定字數的數據包，可以在 ping 命令後加上 n 參數，並跟上發送次數。在 ping 命令中使用 l 參數來指定發送數據包的大小。默認情況下， ping 命令發送的每個數據包的大小是32字節，最大可以發送的大小是65500字節。過去的 ping 命令攻擊也叫 ping 洪水攻擊，是一種簡單的拒絕服務 DOS 攻擊。攻擊者通過向目標主機發送大量的 ICMP 回顯請求，也就是 ping 包，迅速消耗目標的帶寬和計算資源，導致網絡癱瘓。攻擊者只需使用簡單的命令，只需要在 ping 後面加上參數 t 和 l， 指定數據包大小為65500，再在同一時間內發起100字這樣的 ping 命令提示符任務，這樣就可以進行 ping 命令攻擊。下一個命令是 tracer， 它的作用是追蹤數據包從本地主機到目標主機的傳輸路徑，在這個過程中顯示數據包經過的每個路由器節點，每經過一個路由器即為一跳。通過這些信息可以判斷哪個路由節點存在問題。同樣，也可以通過 ping 命令的 TTL 生存時間值的衰減來判斷數據包經過了多少個路由器。每經過一個路由器， TTL 值就會減1，從而反映數據包的跳數。下一個命令是 ARP， 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網絡診斷工具，主要用於查看和管理計算機的 ARP 緩存表及 IP 地址與 MAC 地址之間的映射關係。在 ARP 命令中，常用的參數是 A 和 D， 其中 A 用於查看所有的 ARP 緩存記錄 ，D 用於刪除緩存。當需要與目標主機建立通信時，可以使用 ping 命令 ping 對方的 IP 地址，系統會在通信過程中自動生成對應的 ARP 映射關係。在 ARP 協議中，存在一種經典的網絡攻擊方式，即 ARP 攻擊，也稱為 ARP 欺騙或 ARP 中毒。其原理是，攻擊者通過向局域網內的主機發送偽造的 ARP 響應報文，將自己的 MAC 地址冒充為網關或其他主機的 MAC 地址，從而篡改受害主機的 ARP 緩存表。這樣，受害主機的網絡數據就會被攻擊者截獲。攻擊者可以進一步進行數據竊聽、篡改，甚至實施中間人攻擊 MITM， 嚴重威脅網絡安全。為了防範 ARP 攻擊，可以使用 ARP 命令中的 S 參數，手動添加靜態 ARP 記錄，將指定的 IP 地址與正確的 MAC 地址進行綁定。由於靜態 ARP 記錄不會被動態更新，因此可以有效防止 ARP 欺騙攻擊。下一個命令是 netstate， 它主要用於查看網絡連接的狀態。
使用 netstat 可以幫助我們查看當前系統的網絡連接、監聽端口、路由表等信息。我們常用的幾個參數包括：參數 A 顯示所有的連接和監聽端口；參數 N 以數字形式顯示地址和端口號，而不是嘗試解析域名；參數 O 顯示每個連接的進程 ID， 方便我們查看哪些程序在使用某些端口。在 netstat 命令後面加上參數 nr， 可以用來查看本機的路由表信息，其中 r 表示顯示路由表。用 netstat 查詢過程中有3種常見的連接狀態 ：listen 是監聽狀態，表示端口正在等待連接 ；established 是已建立連接，表示正在通信；還有 time wait 表示連接關閉後進入等待狀態。下一個命令是 NSLOOKUP 命令，它的主要作用是查詢域名對應的 IP 地址以及排查 DNS 域名解析問題。在 NSLOOKUP 後面跟上一個域名，可以查詢該域名對應的 IP 地址，同時還能看到當前使用的 DNS 服務器信息。如果在域名後面再加上一個 DNS 服務器的 IP 地址，它的意思就是指定使用這台 DNS 服務器來解析該域名，常用於測試不同 DNS 服務器的解析結果，判斷是否存在 DNS 故障或污染問題。下一個命令是 netshare， 它的作用是管理本機的共享資源，比如查看當前主機有哪些共享文件夾，以及創建和刪除共享目錄。既然可以查看本機共享資源，那麼如果想查看遠程服務器或其他電腦開放了哪些共享資源，可以使用 netview 命令，在後面加上目標主機的 IP 地址或計算機名進行查看。如果我們要把一個磁盤共享出去，只需要使用 netshare 命令，在後面寫上共享名稱，用等号連接，然後在右邊指定要共享的磁盘路徑就可以了。我們在 D 盤創建了一個 it 目錄，以共享這個目錄為案例講解。同樣用 netshare 命令，在後面寫上共享名稱，用等號連接，然後在右邊指定要共享的目錄路徑就可以了。如果想要取消共享，其實很簡单，只需要使用 netshare， 後面跟上共享名称，再加上 delete 參數，這個共享就會被刪除。在共享目錄後面加上 grant 參數，可以為共享目錄設置訪問權限。其中 everyone 表示所有用戶，也就是任何能訪問這台電腦的人都擁有這個共享權限，而 full 表示完全控制權限，擁有讀取、修改、刪除以及寫入文件等全部操作權限。我們用視頻中的命令給共享目錄設置 NTFS 權限，這樣設置的目的是為了讓所有用戶都能夠完整訪問這個目錄，避免因為權限不足導致無法讀取或寫入文件。這樣，共享設置基本完成了，只需要在 Windows 資源管理器地址欄裡輸入共享服務器 IP 地址，就能訪問共享。在 Windows 共享中，有一種特殊的共享方式，叫做隱藏共享。只需要在共享名稱後面加上刀符號，就可以把共享設置為隱藏共享。這樣創建後，普通用戶在網絡鄰居或共享列表中，默認看不到這個共享目錄。但是，只要在共享名稱後面加上刀符號，仍然可以直接訪問。Windows 系統本地默認是開啟隱藏共享，這就是早期的系統版本漏洞，可以通過訪問隱藏共享盤訪問到系統文件。在 Windows 系統中，有一個默認開啟的 IPC 刀共享連接，我們可以通過 netuse 命令對 IPC 刀建立繪畫連接。在命令後面需要填寫目標服務器的 IP 地址以及對應的用戶名和密碼。連接完成後，只需要輸入 netuse 就可以查看當前是否已經成功建立繪畫。當 IPC 刀繪畫建立成功以後，就可以使用 netview 命令查看遠程服務器有哪些共享目錄。知道共享目錄名稱後，再通過 dir 命令後面跟上服務器 IP 地址和共享目錄名稱，就能查看共享目錄裡面有哪些文件。如果想刪除已經建立的 IPC 刀繪畫，只需要在 netuse 後面加上通配符，再加 delete 參數，就可以斷開並刪除當前繪畫。當客戶機與遠程服務器建立共享連接以後，可以通過 netsession 命令查看當前有哪些客戶端正在訪問共享服務器。如果在 netsession 後面跟上客戶端的 IP 地址，還可以查看該客戶端建立共享連接的詳細信息。在實際辦公環境中，
如果多個用戶同時打開同一個共享文件，就可能會出現文件被佔用的情況。這時候，後面打開文件的人可能只能以知讀模式查看，無法進行編輯。遇到這種情況，管理員就可以使用 net session 命令，配合 delete 參數，強制結束當前的共享會話。當會話被斷開以後，共享文件的佔用狀態也會被釋放，其他用戶就可以重新編輯這個文件了。下一個命令是 tracert 命令，它的作用是追蹤數據包從本機到目標主機所經過的網絡路徑。在 tracert 後面跟上一個 IP 地址或域名，它會按照路由器網關的轉發路徑，一跳一跳地尋找目標主機。如果中途出現網絡中斷，命令會停留在故障所在的網關位置。通過這個結果，我們就可以大致判斷網絡問題出現在哪一段鏈路。下一個命令是 root 命令，它的作用是用來查看和管理電腦的路由表。路由表可以理解為網絡的路線規劃，它決定了數據從電腦發出後應該走哪一條網絡路徑。通過 root 命令可以查看當前的網絡路徑，也可以添加或刪除路由規則，用來控制數據的傳輸方向。另外，也可以用 netstate 帶參數 n2 查看路由信息，效果是一樣的。在不同網段之間進行通信時，需要通過路由進行數據轉發，這時候就可以使用 rootate 來添加路由條目，從而實現網絡之間的互通。添加完成後，可以使用 rootprint 來查看已經配置好的路由信息。下一個命令是 getMAC 命令，它的作用是用來查看電腦網卡的 MAC 地址。MAC 地址可以理解為網卡的硬件身份證，每一塊網卡都會有一個唯一的 MAC 地址，用於局域網中的設備識別與通信。通過 getMAC 命令，可以快速查看本機所有網絡適配器的 MAC 地址以及對應的網絡連接信息。在 getMAC 後面加上參數 v， 作用是顯示更詳細的信息。普通 getMAC 只會顯示 MAC 地址和傳輸名稱，而加上 v 參數後，還會額外顯示網卡連接名稱、網絡適配器名稱、設備狀態、傳輸協議信息等，這樣可以更方便地排查網絡問題，或者確認當前正在使用的是哪一塊網卡。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unbitstate 命令。unbitstate 是用來查看和管理 NetBIOS over TCP/IP 的信息的，也就是說，它可以幫我們查看局域網裡計算机的名字、IP 对應關係以及當前網絡上的會話情況。如果我們在 unbitstate 加上參數大 A， 後面跟上服務器 IP 地址，它就會顯示指定 IP 地址對應計算機的 NetBIOS 名稱表。這張表裡可以看到這台機器的名字、工作組以及它的 NetBIOS 資源信息，對排查局域網內網絡問題非常有幫助。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telnet 命令。telnet 命令主要用來遠程連接服務器，但它也可以用來檢測網絡服務是否正常運行。舉個例子，假設我們用掃描軟件發現一台服務器開放了22端口和3306端口，如果沒有掃描軟件的幫助，我們也可以用 telnet 來驗證。只需要在命令後面跟上服務器的 IP 地址和端口號，就可以確認這個端口是否開放。簡單來說， telnet 不僅能遠程連接，還能幫我們快速探測端口是否可用。接下來我們來看 FTP 命令。FTP 命令主要用來在電腦和服務器之間傳輸文件。在 FTP 後面跟上服務器的 IP 地址，然後輸入用戶名和密碼，就可以登錄到 FTP 服務。登錄後，如果輸入問號，可以查看 FTP 命令的幫助。在日常使用中，我們最常用的2個命令是 get 和 put， 其中 get 用來下載文件， put 用來上傳文件。簡單來說， FTP 就是一個方便的文件上傳和下載工具。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Windows 系統的防火牆基本設置。可以把防火牆理解為數據進出的閘門，它管控哪些數據可以通過，哪些數據不可以通過。我們可以用視頻中的命令快速開啟防火牆。如果把命令中的 on 改為 off， 就是關閉防火牆。當我們查看 FTP 服務的21端口處於監聽狀態時，可以用視頻中的命令讓這個端口的數據通過防火牆。如果想阻止這個端口通過，只需要把 allow 改為 block 就可以了。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netuser 命令，它的作用是對 Windows 系統中的本地用戶進行管理。我們可以使用 netuser 後面跟上用戶名、密碼、
带參數 add 命令來創建一個新的用戶。創建完成後，我們可以直接輸入 netuser， 查看當前系統中已經存在的所有用戶。如果想查看某個用戶的詳細信息，可以在 netuser 後面跟上用戶名，就會列出用戶相關信息。如果想刪除某個用戶，可以使用 netuser 用戶名帶參數 del。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netlocalgroup 命令，它的作用是對 Windows 系統中的本地用戶組進行管理。我們可以使用 netlocalgroup 後面跟上組名帶參數 add 來創建一個新的用戶組，系統就會創建一個名為 hello 的組。創建完成後，我們可以直接輸入 netlocalgroup， 查看當前系統中已經存在的所有本地組。如果想刪除某個組，只需要把命令中的 add 參數改為 del。在實際工作中 ，netlocalgroup 最常用的操作就是向組中添加用戶。在 Windows 系統中，權限通常是分配給組，而不是單獨分配給每一個用戶。當用戶加入某個組後，就會自動繼承這個組對應的權限。通過組來統一管理權限，可以大大提高管理效率，也更方便後期維護。接下來我們來創建一個隱藏用戶，在創建用戶名的時候，我們在用戶名後面加一個刀符號。這樣系統就會把這個用戶設置為隱藏狀態，不會在登錄界面顯示。創建好隱藏用戶後，如果需要賦予管理員權限，可以使用 netlocalgroup 命令把隱藏用戶添加到管理員組中。輸入視頻中的命令，這個命令的作用是向 Windows 註冊表中添加或者修改一個鍵值。通過在 User List 下創建對應用戶名，並設置數值為0或1，就可以實現隱藏或顯示用戶。我們用 reg query 查詢註冊表中 user list 鍵下的內容，這樣具有管理員權限的隱藏用戶就創建好了。Windows 系統註冊表一般常用的就是增刪改查，我們輸入 reg:\，就會顯示註冊表命令的幫助說明。首先，我們可以使用 reg query 命令查詢之前創建的隱藏用戶，接着通過 reg export 命令把這個用戶對應的註冊表信息導出，並給導出的文件起一個名字，文件後綴使用點 reg， 同時指定導出的保存路徑。然後我們使用 reg delete 命令刪除剛才創建的隱藏用戶。此時再次查看註冊表，你會發現這個用戶已經不存在了。最後再通過 reg import 命令把之前導出的 reg 註冊表文件重新導入系統。重新查看註冊表後，你會發現剛才刪除的用戶又恢復回來了。這就是 Windows 註冊表最常見的增刪改查基本用法。下一個命令是 tasklist 命令，它的作用是查看當前系統正在運行的進程信息。比如，我們打開一個記事本程序後，可以通過 tasklist 命令配合 Finster 搜索 Notepad， 快速查詢到記事本對應的進程。很多時候，我們並不知道某個程序真正的進程名稱，這種情況下，就可以通過 PID， 也就是進程編號，來定位對應的進程。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如何結束進程。目前，我們打開了一個記事本，可以使用 taskqueue 命令配合 im 參數，後面跟上進程名稱，再加上 f 和 t 參數，強制結束該進程以及它的子進程。執行後，記事本就會被關閉。除了通過進程名稱結束進程之外，我們也可以通過 PID 編號精準結束指定進程。另外 ，tasklist 命令還支持遠程查看功能，只需要輸入遠程主機的 IP 地址以及對應的用戶名和密碼，就可以遠程查看服務器當前運行的進程信息。同時 ，taskqueue 命令也支持遠程操作，可以直接遠程結束指定的進程程序。接下來，我們說一下 Windows 系統中的服務管理。我們可以通過 askquery 命令後面跟上服務名稱，查看當前服務的運行狀態。這裡我們查看的是 Remote Registry 服務，也就是遠程註冊表服務。如果想查看系統中的所有服務，只需要輸入 askquery 即可查看當前系統所有服務的狀態信息。現在我們發現 Remote Registry 服務的啟動類型為禁用。Windows 服務常見的啟動類型有3種：自動、手動、禁用。接下來，我們使用 askconfig 命令修改服務啟動類型，在服務名稱後面跟上 start 等於 auto，就可以把 Remote Registry 服務設置為自動啟動。修改完成後，我們再次查看 Remote Registry 服務，會發現它的啟動類型已經變成了自動。接下來，我們使用
ask start remote registry 啟動這個服務。再次查看服務狀態時，會發現當前服務已經處於運行狀態。如果需要停止服務，可以使用 ask stop remote registry。執行後，當前服務就會被停止運行。接下來，我們講一下 Windows 系統中的邏輯符號用法。很多時候，我們會把多個命令組合在一起執行。比如，在查詢用戶命令與 pin 命令中間加入一個 end 符，它的意思是，不管前面的命令是否執行成功，後面的命令都會繼續執行。如果在中間加入兩個 end 符，它的意思是，只有前面的命令執行成功，後面的命令才會執行。如果在中間加入一個管道符，它的作用是，不管前命令執行對錯，都執行後命令。如果在中間加入兩個管道符，它的意思是，當前面的命令執行失敗時，後面的命令才會執行。最後，再講一下大於符號，它叫做重定向符號。它可以把命令執行後的結果保存到指定的文件中，而不是直接顯示在屏幕上。